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历史因果论，老侯杂谈。很多人啊，最近都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乱了，战争越来越多，国家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最明显的是国际规则越来越不管用了，甚至有不少人开始怀疑，二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啊，是不是正在慢慢走向崩溃？联合国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很多重大的国际冲突啊，我们几乎听不到联合国的声音了？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2000年前，你就会发现，这一切啊，我们早就经历过一次。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相似的时代——春秋时代。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呀？周天子逐渐失去了权威，各个强国开始互相争霸，原本的政治规则慢慢失效，很多的小国呀，只能在强国之间艰难的生存。用4个字形容那个时代啊，叫礼崩乐坏。今天的这期视频啊，我们就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今天的世界看起来越来越像春秋时代如果历史真的存在某种规律，那么今天的人类世界或许正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会发现，今天的联合国面临的尴尬，跟当年周天子处境简直就一模一样。今天大国横行霸道的样子啊，跟当年的春秋五霸他们争霸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啊。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礼崩乐坏的。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2000多年前，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王室通过封建制度啊，把土地分封给诸侯，各诸侯国名义上都必须尊奉周天子的权威周天子这个时候啊，他不仅是政治上的最高领袖，也是礼乐制度的维护者，是天下共主。诸侯之间的关系啊，战争的规则、外交的礼仪，都受到周礼的约束。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叫“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不管是搞祭祀、典礼还是打仗，都是周天子说了算。但是呢，到了春秋时代末期，情况完全就变了。公元前707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周天子啊是周桓王他为了重振周王室的权威，因为他不甘心受到郑庄公的控制，就剥夺了郑庄公在周朝朝廷的职务。郑庄公因此呢，他就拒绝朝见天子。这个拒绝朝见天子，这是不合礼法的。周桓王心想，我正好想讨伐一个不听话的诸侯来立威，那就是你了。就召集了蔡国、魏国、陈国这几个小的诸侯国一起发兵讨伐郑国，发动了虚葛之战。你看天子周桓王，他说讨伐就讨伐，好像武力是不是很充沛啊？实际上，他和他召集的蔡国、魏国、陈国的武力都很弱，他们加在一起也打不过郑国。结果呢，堂堂的周天子被郑国的将军祝丹一箭射中了肩膀。你千万不要觉得战争嘛，就是刀枪不长眼，活该倒霉。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划时代的，是周天子威严扫地的标志性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周朝它是非常讲究尊卑和礼法的。即使是两国交兵，你比方说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仗，晋国的大将军西至驾战车在战场上冲锋的时候，他一下子冲到了楚国国君楚共王的车架前面。他伤害楚共王了吗？没有。他不但没有伤害楚共王，
反而是赶紧跳下自己的战车，驱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尊敬。晋国的大将军西至在战场上前后一共3次冲锋的时候，冲到了楚共王的车架前面，他每次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将军对交战国国君的礼节。当时的人们就表扬西至，说西至勇而知礼。周天子是天下共主，他的身份比楚共王高得多啊。结果呢，不但没有楚共王的待遇，反而还被祝丹一箭射中了肩膀。这哪里还有什么尊卑和礼法？这个时候说明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威严早就不如从前了，所以周桓王才想重振周王室的权威。过去大家都是看破不说破嘛，表面上还尊他一声王，其实他管的地盘还没一个诸侯国大，养的兵也没有一个小国兵多。今天倒好，郑国不但和周天子兵戎相见，还一箭射中了天子的肩膀。从那以后，周天子说话就更没人听了。以前诸侯国新任国君继位是一定要来请周天子册封的，因为只有经过周天子的册封，诸侯国新任的国君才是合法的。从周桓王这里开始，诸侯国有新任国君继位，也不来请周天子册封了。看到周王室越来越衰微，诸侯当中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齐桓公就召集各国诸侯在葵丘会盟。齐桓公提出尊王攘夷，首先警告各路诸侯要尊崇周王室的权威。表面上是尊重周天子，实际上还是拿他当幌子，号令天下。齐桓公在葵丘会盟以后十分的骄横，自诩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然后就是春秋五霸，轮流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开启了激烈的争霸战争。到了战国时代，各国诸侯直接自己称王了，你周天子是王，我也是王，咱们平起平坐。到最后，公元前256年，秦国直接把周朝给灭了，绵延800年的周王室就这么悄无声息的没了。所以你看看今天的联合国，有没有觉得很像当年的周朝？二战结束以后成立的联合国，是全人类的希望，它制定了联合国宪章，这是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遵守的规则，避免后世人类再遭遇2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苦。这句话是写在联合国宪章里的。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带着全世界一起维护和平。可是现在咱们再来看几个数字。2025年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交了一个预算案，2026年的常规预算要削减15%，人员编制要砍掉将近20%。为什么？没钱了。会员国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到今天已经欠了10几亿美元了，这还只是钱的问题。更要命的是，安理会越来越不管用了。否决权本来是让大国商量着办事的，对吧？结果呢，成了大国维护私利的工具。你想通过一个决议，我否决；你想搞个行动，我拦着。叙利亚战争、俄乌战争、加沙冲突，包括今天正在发生的中东海湾地区美国、以色列、伊朗正在进行的战争，安理会所能做的就是发表一个不疼不痒的声明，或者干脆沉默。美国在2026年1月3日派特种部队到委内瑞拉抓走了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统马杜罗。
我们先不要说马杜罗这个人是好是坏，该抓还是不该抓，这里面有一个程序正义的问题。程序正义，简单说就是看得见的公正。他强调做决定的过程必须遵循事先设定的公开规则，在这个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大国和小国都是平等的。美国抓马杜罗违反了程序正义，因为他在未经正当司法程序和国际引渡协议的情况下，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也没有受到武装攻击而行使自卫权的情况下，直接对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实施抓捕，侵犯了委内瑞拉的主权。同时，他的这一行为漠视国际法赋予国家元首的刑事管辖豁免权。他把美国国内法凌驾于国际公认的法律准则之上。如果你说美国抓马杜罗就该抓，没有错，那么特朗普不惜通过军事或者经济胁迫的手段，将来夺取格陵兰岛就没有错。如果美国强行把丹麦的主权领土格陵兰岛并入美国没有错，那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没有错。所以这个世界不是以是非对错来运行的，而是应该以大家都共同遵守的规则来运行的。所以2026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说了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他说昨日的代价是委内瑞拉，明日的代价可能就是格陵兰岛。这话已经说得非常明白了吧？如果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则有人带头不遵守，程序正义一旦崩塌，就等于宣告规则不再保护所有人，你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任何人，社会就退回到谁拳头大谁说了算，就到丛林法则，所有人的安全感、基本的尊严都失去依托。所以程序正义是国际上普遍尊重的法律原则，是公认的准则。它在国际法和各国国内法中都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我们看看24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是怎么对待规则的。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受到诬告，被雅典的法庭判处死刑。他的学生们制定了越狱计划，帮助老师逃亡，被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他很平静地告诉他的学生，他说虽然这个判决冤枉了我，但这个判决它是经过雅典法庭合法程序做出的。作为一生遵守城邦法律的公民，我不能因为个人遭遇不公，就选择用违法的方式毁掉法律的权威。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镇定地接过狱卒递过来的毒酒，一饮而尽。他老人家用自己的死亡为后世诠释了什么叫守法即正义。即便自己遇到的是错误的判决，个体也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去改变它，而不是用暴力和逃避去打破这个规则。这就是2400多年前的圣人教给我们的。大家共同制定的规则，就要共同的遵守。咱们接着说春秋时代，周天子衰落了，那谁说了算？当然是拳头大的说了算。春秋五霸先后跳出来当老大，但有意思的是早期的霸主还要点脸，比如说齐桓公他再怎么牛做事，
还打着周天子的旗号。晋文公更有意思，他有一次想把周天子叫出来开会，又有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啊？你有事可以向领导汇报，你不可以把领导呼来唤去的，对不对？晋文公想了想，最后还是自己跑过去见周天子啊。但是呢，到了战国时代就彻底的不要脸了。孟子说那个时候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营也；争城以战，杀人营城。打仗啊，就是为了抢地盘、杀人，什么规则、什么道义，统统不管，打赢才是王道。秦国搞远交近攻，离得远的国家，我跟你交朋友，稳住你；离我近的国家，我今天打你一块，明天咬你一口，慢慢的把你吞掉。什么盟约呀，什么信用呀，都是工具。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就是说春秋时期那些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啊，没有一场真正是为了正义、为了天下苍生而打的。在孟子看来，这些战争本质上都是为了争地盘、争利益，所以都是不义之战。联合国成立以后啊，本来是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守护者。联合国它调停冲突，派维和部队，制定国际法。联合国宪章规定，任何国家如果发动侵略战争，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制裁。但是你看，大国在关键问题上根本不听他的。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理由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国根本没有授权，怎么办？绕过去直接打，打完发现哪里有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没有。但打都打了，谁还能把他怎么样？1999年科索沃战争，南联盟被轰炸，也没有经过安理会的授权。人家说这是人道主义干预，听起来是不是很高尚？但问题是这个口子一开，以后谁想打谁都可以说是人道主义干预。还有更绝的，单边制裁，联合国可没授权他这么干，但他就是能这么干。当年秦国说：“我跟你签个盟约，你放心，我不打你。”转脸就把邻国灭了。今天的大国说：“我尊重国际规则，支持多边主义。”但转身就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就是合则用，不合则弃。春秋时代之前是礼乐征伐自周天子出，意思是只有周天子才有权决定礼仪制度和对外的战争。后来变成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国自己就能说了算，说明了春秋时代呀，周王室权威衰落，天下没有了规则，是礼崩乐坏的局面。那么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吗？规则对他有利，他就讲规则；规则对他有约束，他就讲自己国家安全、自己国家利益。春秋末期，那些小国家过得有多惨？咱们举个例子，郑国，它正好夹在晋国和楚国两个超级大国中间。今天晋国打过来了，郑国赶紧说：“大哥，我错了，我跟着你混。”明天楚国又打过来了，郑国又赶快说：“大哥，还是你厉害，我听你的。”还有陈国、蔡国更惨，基本上就是楚国的附庸，政治上没有独立性，人家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陈国内部发生王位争夺，陷入混乱了。楚庄王立刻派兵进入陈国，扶持了一个自己看好的国君，从此以后陈国就成了楚国的附庸。这种行为在春秋时代是一种
常见的控制方式。强国通过军事力量决定小国谁来当国君。后来的事情就更夸张了，到了楚惠王的时候啊，楚国干脆直接出兵把陈国灭掉。陈国的第一代国君是陈胡公，他是舜帝的后代，尧舜禹的舜。当年周武王啊，把陈胡公分封在陈国，就是为了让舜帝的后代可以不断的祭祀舜帝，香火绵延。历史这么悠久的陈国，在强大的楚国面前，仍然难以自保。蔡国的处境也差不多，楚国多次出兵讨伐蔡国，还强迫蔡国迁都。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家连自己的首都在哪里都不能决定，这就是小国的命运。大国争霸，小国就是棋盘上的棋子。我们再看看今天啊，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一些中小国家也面临类似的困境。他们由于军事和经济力量有限，只能在大国竞争中啊，勉强的维持自己。有些国家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或者军事联盟来增强自身的安全啊，但是在大国冲突中仍然可能受到影响。他们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他们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在大国之间走钢丝，稍有不慎就摔下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家看到的是俄乌两国在打，实际上背后是北约和俄罗斯的对抗。乌克兰想加入北约，想寻求保护，结果呢，直接成了战场。这就是小国的困境。你想抱大腿，可是大腿一打架，你就掉在人家脚底下了。还有也门，内战打了11年了，背后是伊朗和沙特这两家在掰手腕。也门的老百姓呢，每天担心的是有没有饭吃，会不会被炸死。联合国呼吁了多少次停火，根本没有用，因为旁边的大国不想停，你就停不下来。联合国副秘书长说，如果规则无法保护弱势群体，就无法保护任何人。春秋早期，外交是很讲究的，诸侯见面怎么站、怎么坐、怎么说话都有规矩。春秋五霸的霸主主持会议也是按礼仪来。那个时候的人啊，特别在意名正言顺，你做事不合规矩，大家就看不起你。但是到了后期，这一套全完了。有个著名的典故，洪水之战啊，宋襄公跟楚国人打仗，楚军呢正在渡河，手下人说：“老大，趁他们半渡打吧。”宋襄公说：“不行，他们还没渡过河，现在打不仁义。”等楚军上了岸，还没列好队，手下又说：“老大，现在可以打了吧？”宋襄公又说：“不行，人家还没列好队，我们进攻不仁义。”等楚军列好队，双方开打，宋军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受伤了。因为这件事啊，宋襄公被嘲笑了2000多年。但是这个故事恰恰说明时代变了。其实啊，宋襄公完全是按照周朝的战争礼仪来面对他的对手的。在宋襄公看来，如果不按规则来，赢的就不体面，赢的不体面比战败更耻辱。我们刚才说了，宋襄公是按照周朝的战争礼仪来的。我在这里给大家聊聊周朝的战争礼仪啊。首先呢，礼部伐丧。如果对方的国家君主去世了，国丧期间，诸侯之间不得用兵。比方说晋国的大将士盖率军伐齐，半路听说齐灵公去世了，二话不说撤军回国，这个仗以后再打。第二呢，战不因凶，
就是说不趁敌国闹饥荒、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用兵啊，那个时候没有人趁你病要你命。第三呢，不以阻碍，不利用险要的地形来谋求胜利。战争的双方提前商量好，找一个开阔的地带，约好时间开战。啊，就和现在的体育比赛规则一样，要保证交战的双方绝对公平。第三呢是不重伤，敌方已经受伤了，就不再进攻了，不让敌方第二次受到伤害。第四呢是不擒二毛，二毛是头发黑白相间的老人啊，不擒二毛就是打仗不俘虏年长的士兵，不可以把老人抓进战俘营，老人就应该回家养老。第五，逐奔不过100步，敌军失败逃跑了，追击敌军不能超过100步。如果你是个新兵啊，一时兴奋追击敌军，跑太远了，超过100步，老兵一定会阻止你。小伙子啊，你太无礼了，不可以赶尽杀绝。最有意思的是啊，当时楚国和晋国打仗，晋国大败，逃跑的时候，晋国人的战车陷在泥坑里了。楚军追上来以后干什么？他们教晋国人抽出车前的横木，减轻战车的重量，把战车从泥坑里面推出来，让他们继续逃跑。跑了没多远，晋国人的战马累得又跑不动了。楚国人又追上来，教他们拔掉战车上的大旗，扔掉车辕头上的横木，再把战车的重量减轻一些。晋国的士兵一边逃跑，一边回过头来对楚军说：“谢谢楚军兄弟们，啊，楚国啊，真不愧是一个大国呀！你们在逃跑方面比我们有经验多了呀！”啊，楚军也很客气，说：“哪里哪里，仗打得多了，自然就有经验了嘛。”这就是周朝的战争礼仪。可是到了春秋时代后期，谁还讲礼仪？谁还讲规则？能打赢就行。外交也是一样啊。到了吴越争霸的时候啊，什么朝聘，什么会盟，全都是假的。今天跟你结盟，明天就背后捅刀子，一切都是利益交换。所以，我们当今的世界的外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你看看国际新闻，天天都是双边会谈、战略对话，联合国的大会年年开，各国的领导人轮流演讲，听起来都挺美好的，但真正的交易往往都在私下里，在小圈子里谈成。金砖国家开会商量怎么绕过美元，G7开会商量怎么对付中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搞了个 AUKUS， 专门在太平洋搞军事合作。这些小多边机制越来越多，联合国的平台反而像一个聊天室。为什么？因为没有共同的规则了。以前大家还认联合国宪章，可是现在呢？符合利益就认联合国宪章，不符合利益就当它不存在。学者们把这个叫外交的现实主义转型，说白了就是不讲规矩嘛，只讲利益。讲到这里啊，你可能会问，那最后怎么样了？春秋这么乱，后来呢？后来就是战国，更乱更狠，杀人更多，一直乱了200多年，直到秦国把6国全灭了，才重新建立了秩序。但是秦朝的秩序也没撑多久，最后是汉朝，慢慢摸索出一套新的规则，天下慢慢的稳定下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任何的秩序它都会老化。周天子撑了800年，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联合国才80年，
现在也快撑不住了。这不是谁好谁坏的问题，是结构变了，旧的东西跟不上了。第二，规则只有在被遵守的时候才是规则。今天你绕开安理会打一仗，明天他退出气候协定，后天我也学你，把国际法不当回事儿，到最后大家都不认规则了，那个世界就只能靠拳头说话了。第三，重建秩序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春秋战国死了多少人，没人能数清。秦国统一六国又死了多少人？不说历史了，就看看80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战争。据统计，全球总的死亡人数大约是7000万到8000万，其中平民死亡人数远远的超过军人。无数场的战争啊，最受伤的是平民老百姓。这就是规则被打破之后的乱世。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这段历史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春秋时代后期，礼仪、规则都被破坏了，就进入了战国时代，天下大乱。你再看看今天的国际秩序，逻辑都是一样的，权威衰落，规则松动，强国争利，弱国求生。所以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能通过历史经验来理解国际体系的演变规律，你就会明白，今天的国际格局和春秋末期的诸侯争斗虽然时空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现在的世界格局是不是就是礼崩乐坏？大国在破坏规则，小国夹缝中求生存，最后不知道哪一场战争把所有的人再卷进去。世界的局势再这样发展下去，下一步就是战国时代。我希望我们能看到各个国家坐下来，把规矩重新建立起来，让联合国重新发挥维护和平稳定的作用。只有在规则得到普遍尊重的情况下，世界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礼崩乐坏的覆辙。所以历史就是一个巨大的数据库，人类社会发生过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有规律的。当我们看今天世界的变化，如果只看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很容易迷茫。但如果把时间拉长到几千年，就会发现很多相似的结构。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咱们下期见，谢谢大家。